换一个角度讲呢，也是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的情况下才会开设的这个专业，也就是这个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来让这个社会的一些弱势群体得到更大的帮助，得到更多的关怀。所以呢，在我开始工作之后，果也不得已为家庭付出，换了一份工作。他换了一份钱少事多离家近的工作。Hello， 大家好，我是做菜的奶爸狗，是一个上海人，因为娶了台北太太，目前等了台湾生活了4年半的辰光。原本呢是2个小人的全职家庭主妇，目前回归工作，辣一家旅行社做平面设计师，经常会得分享一眼等了台湾生活的观察。一眨眼踏入台湾职场已经3个月时间了，以工作的角度来说，我也应该要结束我的试用期，作为一个正式员工了。那我发现在台湾职场的试用期跟在上海时候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也就是上海的试用期它通常都是1个月、2个月、3个月这样的试用期，然后在你试用期结束之后呢，如果公司觉得你没有问题，他就会给你相应的签1个月试用期，签1年的工作合约，以此类推呢，就是3个月的试用期，签3年的工作合约。在你的工作合约结束之后呢，它可以续约或者是终止合约，让你再去找下家这样子。通常呢，公司还是会跟你续约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公司就会跟你终止合约，有一个需要重新找工作的风险在。那在台湾呢，我面试的几家公司给我的反应都是，虽然台湾职场也设有一个试用期，通常也是3个月，但是试用期结束之后的合约类似于终身制的，也就是你不提出离职，公司如果没有发生大变化的话，是不会把你开走的。给人感觉呢，台湾的职场还是比较安心一点。那我们家这段时间，除了我开始上班之外呢，我的老婆果其实也换了一份工作。她原本的工作呢，应该算台湾职场里工资中等偏上的程度，但是工作的强度还蛮大的。另外呢，虽然下班基本上是可以固定在6点半下班，但是因为通勤的距离还有一点远，所以他回到家通常是要7点半。那如果他还在原本公司上班的话呢，也就势必我6点钟回到家里，又要顾着2个小孩，又要开始做饭。虽然这些家务事一个人做还算轻松，但是在有2个小孩缠着你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疲劳。他们会在旁边不时的一会儿吵架啊，一会儿对你发问啊，反正没有消停，会让你觉得原本1份精力可以应付的家务事，要变成2份或者3份精力才可以做完这些事。所以呢，在我开始工作之后，果也不得已为家庭付出，换了一份工作。那通常理想中的工作就是事少钱多离家近，但是现在果换的工作呢，满足了其中的一点，也就是离家近。他换了一份钱少事多离家近的工作，所以我现在去上班的心情其实是蛮轻松的，并不是说我有多热爱工作，那是相比带孩子的生活跟工作的生活，我觉得真的工作要比带孩子轻松太多了，所以我每天上班都蛮开心的，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那果现在换了工作之后呢，他的心态跟我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他来说，现在的新工作就是成就感会比较低一点。他原来呢还能看在钱的份上，哪怕忙一些，哪怕回家晚一点还能接受，但是现在呢就是完全是看在一个信念感上。他现在做什么呢？是做社工，回归了他的原本大学学的专业。社工这个工作我真的发现还蛮有意思的，也就是我去查上海或者说中国大陆有没有社工，也有，但是在大学里设这个专业的年份非常短，而台湾是很早就在大学里设有社工这个专业。但是听果说有部分台湾人对社工这个专业也不是有足够的了解程度，甚至有发生过有人觉得社工就是义务劳动的这样一个情况。起初我也不是很懂，后来我才知道社工跟义工是2个完全不同的种类。社工通常会接触一些心理学啊、社会学啊各方面相关的知识，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工作。换一个角度讲呢，也是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的情况下才会开设的这个专业，也就是这个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来让这个社会的一些弱势群体得到更大的帮助，得到更多的关怀。关于这个社工的话题，我觉得之后也可以再来做一期关于社工详细的说明，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也算是上海目前来说还比较落后、比较欠缺的一部分。说回现在的工作呢，其实我有时候在上班的时候还蛮怀念以前那种状态的，尤其是下班在捷运上看着窗外的夕阳，有时候还心里在想，那个时候就是接到了小朋友放学，然后会带他们去公园玩，玩好公园呢之后还会骑着脚踏车带他们去我们家附近的田野看一下田野的夕阳。
我们家呢是从我儿子可以去幼儿园开始，然后果果第2次休完产假回归职场，就开启了一段白天都是我在家里，相当于1打2的做全职爸爸的时光。那段时光呢，说实话真的历历在目。就是上午果果去上班，儿子去学校之后，那个时候妹妹还在家里，一上午我真的有一点度日如年的感觉。带着他讲故事玩玩具，我都是哈欠连连，感觉非常消耗精神。所以在下午他吃完午餐哄他睡觉的时候，好几次我都比他先睡着。通常在我没有睡着的情况下，我会趁他睡觉的时候开始做一些晚餐的备料准备，洗菜啊，或者是摘菜啊，然后切肉啊，切一些配料啊。等到下午他睡醒起床呢，就是一场战争开始。睡醒起床呢，就差不多给他换好衣服，要去接哥哥放学了。通常呢，我都是骑着脚踏车带妹妹去接哥哥放学，无论是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还是蛮艰辛的一个过程。我们那个学校接小孩放学的阿公阿嬷，很多人都认识我，都会很热情的跟我打招呼说1打2的爸爸又来了。接完小孩放学，我通常不会直接带他们回家，都会去附近的公园玩一下，每天换着不同的公园玩。天气不好呢，就带他们去亲子馆，玩到差不多天黑就要回到家，帮他们换完衣服、洗完手、擦完汗，我就开始一边应付他们的纠缠，一边开始做晚餐。时不时他们会对我提问啊，时不时会开始2个人抢玩具啊。做完晚餐又要帮助2个小朋友抱上椅子，开始给他们吃饭。吃完饭把桌子收一收，留下一小份，等果果回家吃完，我才能彻底收桌子。收完桌子稍稍坐一下，又要开始忙着给他们刷牙洗澡。虽然晚上的工作都会跟果果合作进行，但是躺在床上哄他们睡觉那一刻，整个人真的非常疲劳。那哄他们睡完觉呢，通常我还会再起来剪一下影片。相比当时比较紧凑的生活呢，现在真的轻松了不少。我现在下班回到家，只需要专心的做晚餐，做完晚餐给他们吃完，收好桌子就好了。像一些陪伴他们的工作，果果都会分担。但是呢，因为白天要上班，晚上回家做饭，所以等到完全做好家务，坐到沙发上的时候，其实人也是蛮累的，会感觉跟他们缺少了一点互动，缺少了一些陪伴。我觉得这也是成年人一种不可能两全其美的无奈状况，除非真的实现财务自由，白天不用去上班，储存好精力，等他们放学跟他们一起玩。我觉得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尽快回到家，不给他们吃外食的情况下，做一顿营养丰富又可以比较快完成的晚餐了。说到这里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现在在用的秘密武器，品高的调味料。今天回到家就收到一箱快递，是什么呢？打开看一看，极选麻酱哦，可以做麻酱面。这个是小小锅昆布口味的高汤胶囊烧肉酱，这个我最爱的烧肉酱。和风风味粉，这个是可以做肉啊、腌肉什么的，直接蘸，或者是调味腌制的调味也可以。今天下班回家时间比较紧凑，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和风昆布口味的小小锅，它是一种胶囊调味料。倒入一颗小小锅，然后加400毫升的水。它打开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然后400毫升的水。煮开应该就可以了哦，然后就加入各种你想吃的食材就好了。大概2分钟，水沸腾了。然后今天煮的是牛肉，再加入这个平菇，再加入南瓜，最后放入青江菜，加一点枸杞，盖上锅盖焖一下，等它煮开，开锅喽。好了，我来试一下这个汤。很清爽，然后其实味道还蛮丰富的，然后它也没有像那种不自然的鲜味，是感觉很天然的一种昆布的鲜味。喝完后会觉得很舒服，口也不会特别干，就是不是像那种味精什么的成分，蛮爽口的。这是今天的秋葵直接先把它的蒂切掉，然后把那个周围一圈硬硬的切掉，加到开水里白灼一下，烫一下。然后呢，现在我要用这个浇上这个烧肉酱。这一道菜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凉拌的。然后呢，如果你想添加一些风味，可以这样，撒上一些白芝麻，这个就很营养了。再做这个金针菇牛肉卷，这一道其实也很简单。金针菇洗干净，把它的根全部切掉，把水捏干。
然后呢，这道菜的麻烦之处，其实就是在卷这个金针菇上。卷好之后，其实做起来、料理起来非常方便。我这个牛肉就是全年买的，牛腹肉，火锅牛腹肉也可以做烧烤用。等到牛肉变色就可以翻面了。这一道其实也算快手菜，做起来很方便，然后营养又比较全面。烧了之后，它的牛油全都跑出来了。等一下还可以炒菜用，因为这个牛肉没有调过味，直接就放下去，这样煎就可以了。好了，这个金针菇牛肉卷就这样煎好就好了。然后今天也是用这个品高烧肉酱，什么东西都能蘸。因为牛肉事先没有调味过，也是用这个烧肉酱。今天的快手菜，这个金针菇牛肉卷淋了烧肉酱，这个也是秋葵淋了烧肉酱，还有一个就是龙须菜，3个菜。今天这个是极选麻酱，但是他是说先要把这个2包麻酱拌在一起，再放入面条。哦，它里面是有好多包的，好多小包装的袋子，先把它拌在一起。我来看一下，那个是酱料，然后这个是麻酱。先把它拌匀，这是不是有点少啊？我今天下的面条有点多，好像。先试试看，我觉得等一下不行的话，再直接加在面上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今天用的不是很粗的面条，是一般超市买的那种比较细的，有点像日本关东拉面的这种面条。好香啊，有醋的味道，酸酸的，很开胃，还有蒜味，蒜味很香。好像面有点多了，我先尝尝看味道。还好，蛮清爽的，因为是要给小朋友一起吃，所以也不要特别重。今天是做的豪华拌面，有娃娃菜、玉米粒、黄瓜切丝，然后虾仁，还有这个炒蛋，这些都烫过一下，其实也是蛮快的。然后来拌一下，这样还可以做2份或者做到3份的样子。这样小朋友吃起来其实营养也是很到位的，我觉得。哦，但是我加了这些料的话，感觉味道会有一点淡，因为这些料有一些没有怎么加过调味，虾仁和蛋是有调味，然后这些就是烫了一烫。很可口，非常可口。这个酱料它也不会到口味特别重，就是因为我加了1包的关系，然后也没有加其他的调味，很地道的味道。从另外一边过去。爸爸，你看我写的 A。好吃，好吃。啊，好吃的对不对？这个味道。你呢？好吃吗？吃一口给我看看，你会用筷子吗？哦，有这么大口的啊！好。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完这个品高的调味料，真的非常方便，让我们在做菜上可以更得心应手。那关于我们家最近的大变化呢？其实我也有在考虑今后频道发展的方向。说实话，我们家目前房贷的情况还是压力蛮大的。前2天学校要缴学费，因为下半年开始了，所以还要加入一个注册费，整笔金额数量还是蛮大的。因为还没有到发工资的时间，全家就突然没有现金可以用了。后来好险发现，之前做 YouTube 的几个月的收益都还没有兑换。一看那个钱刚好够，这里也让我觉得上班后也有在坚持做 YouTube， 还是蛮幸运的，可以额外的多一笔小外快。所以呢，我也在思考之后会多花一些心思做一些更精致的 YouTube 影片，但是可能更新的频率会比之前低一点。也希望大家会持续关注以及多多支持，非常感谢。那我们这期分享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再会。